好，那么紧接着呢，马上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场演讲了。加速生成式 AI 在边缘部署。那么演讲呢，将聚焦在 AI 如何驱动晶片架构快速的演进，以满足边缘设备、嵌入式系统与云端服务的需求。透过系统层级的整合 ，AI 晶片呢将提升弹性、效能与智慧化，开创新一代的应用可能性。那么也非常的荣幸要邀请到 SkyMiser 的赖俊豪董事长。赖董事长呢，长期致力在 AI 系统的整合与设计，是推动台湾 AI 晶片自主化的重要推手，致力在 AI 软体跟硬体协同设计。好，各位朋友、各位嘉宾，大家好。我先恭喜这个潘董在 Edge AI 做得非常好，我们也是算同业，我们只是从不同的角度群联是从记忆体，我们是从processor 加速器啊。那我先3句话先介绍一下 SkyMiser。SkyMiser 是个小公司，不像群联已经是非常大的公司。那我们是以软体编译器为核心，去设计一个硬体的 AI 加速器的一个 IP 公司群联是做 IC 的，我们是个 IP， 就是细制裁的公司。然后我们是在2年前，就是 ChatGPT 刚出来的时候，我们是专门为 Transformer 这个架构就是 LLM Transformer 这个架构去设计的一个可以支援 multimodality， 包括 text， 包括 voice， 包括 image 这种多模态，可以支持多模态的一种语言模型的一个处理器。它事实上是个处理器它就不是像 CPU 这种 general purpose， 也不是像 GPU 做 graphic 显卡为主了。我们是一个专用为这个 LLM， 我们叫 LPU， 可以叫 Language Processing Unit， 或者叫 LLM Specific 的 Processing Unit。所以我们是从这个 processor 角度来切入 Edge AI。我们 focus 是在 Edge Inference 这是简单介绍 SkyMiser。那我今天跟各位分享这是一个我们一直持续以来一直很关注的一个题目，如何加速生成式 AI 在边缘的部署这是我的 agenda。那我们先谈一下，我们都会谈一下我这个 Why Edge 有什么好处在边缘端落地。那现在绝大多数的 AI 的算力都是在云端发生当然这个可能 training 更不用讲，几乎100%。那这个当然 fine tuning 越来越多已经转到 Edge 来，在群联的 AI adaptive 这个系统上。但是事实上还有大概70-80%吧，这个 inference 还是在云端做。那这个低端有很多的好处，那为什么这个在 deployment 在部署上会比较慢，比预期的慢呢？它有一些它的障碍那我们会来了解一下这些障碍是什么，那如何去克服这些障碍，可以让地端的推行更容易一点。然后接下来我会再讲一些我们所看到的，因为我们是 IP 公司，我们是 license 我们的 IP 给 IC 的客人，那他们基本上有兴趣的 application， 我会在这边再介绍一下。有一些短期、中期、长期，可以因为克服了不同的障碍而进入的一些领域、一些 application。好，我们先看为什么要在地端。首先，地端顾名思义就是不是在网上不联网嘛，是完全可以离线的作业，所以不需要 Internet。第二个就是我们在地端，资料在地端，我们做这个一般 AI 的 workload 时候有存、算、搬，你 data 是存在你的这个 memory 或者是 flash 里头，然后算就靠你的 processor 在做运算。然后搬就是在搬动这个资料那你因为是我们是在地端做，不需要靠网上，所以不需要这个搬的动作，不用搬上去又搬下来，所以可以 reduce 很多的 latency。那这个当然资料在 local， 所以是隐私、治安，这是对很多的企业是非常重要的，资料不外泄甚至不会有骇客入侵。然后Energy， 因为我们不需要用到云端的这个重装备的算力不管是 GPU 这种，或者是比较高档的这种 NPU， 所以可以省它的电力的费用更可以省这个成本。刚刚这个潘总说到，用越久越省，因为我们事实上不用付费，不用每个月费你要去付这个 token 的费用，因为是在地端做，也就是说你几乎是
免费，你做买一个这个基础建设，这个基础建设又比在云端的便宜很多，买完以后就可以吃到饱啊，免费的吃到饱，都是这个概念。好，那既然免费吃到饱，为什么还是这个 deploy 会比较缓慢呢？还是70%-80%的人在用云端的算力呢？它的确是有一些挑战的啊。那我们来看看这些。第一个就是 model size 啊，现在的 model 越来越复杂，越来越聪明 ，parameters 越来越多，动辄数百个 billion 甚至是 trillion parameters。那这些基本上不可能把这些 model 比较聪明的 model 落地到地端 device 来。另外就是在地端的2个 bottleneck， 一个是算力，另外一个就是 bandwidth， 我们刚刚有提到频宽啊，那这些在地端的元件没有那么好的算力跟 bandwidth， 那怎么来克服？待会我们可以讲。另外就是如果说你要用比较高算力的这个 IC GPU， 然后在地端来做的话，那它的 power 会相当的高。在地端的 application， 这个有这个功率以及这个散热的一些 limitation， 没有办法支持这么高档的算力。第二个就是你用这些云端的或者是比较高档的 GPU 来做 Edge 的算力的话，那当然就是这个成本比较高。你看比如说显卡，现在最常用的显卡，一张比如说4090的显卡，一张要1500块美金，5090可能要2000块美金啊。拿这些，而且它的算力，它的所谓算力就是它的 tokens per second 也不是非常的好啊。就是拿这种 GPU， 当然在云端很好，拿来在地端来做的话，它费电，然后就不太亲民，不太能够普及，在1200块、1500块、2000块的这种水平，很难在各种地端的装置来普及化。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它的那个这个 deployment 的困难是在于 integration，software hardware 的 integration， 每一种 hardware 有它自己不同的tool chain，不像当然 GPU 的 CUDA 就是大家使用了很 integration 是最无痛可以这个整合的 software hardware， 但是如果你用了一些不同的 GPU、CPU、NPU 的话，没有一个标准的一个software integration 的一个环境啊，这也是一个困难。好，那有没有什么这个 breakthrough 的方式当然不可能全部可以解决，有没有什么方式呢？我们再跟各位分享一下。我们在这1-2年来，我刚刚有提到说，我们本来是个做软体的公司，这1-2年来用软体去定义一个硬体架构那这1-2年来我们有一些技术上的一些方式。第一个就是 software hardware co-design， 因为本来我们是个软体做 compiler 起家的公司，那我们发现在做这个 AI 架构的时候，由软体去定义，然后在过程中 software hardware co-design 的话，可以对几个东西非常好。一个是架构会非常的简单因为你在做硬体的时候是由软体在做一些等于是 top down 在做 design。那另外就是在compute 跟这个 bandwidth memory 的 balance 会做得很好，就是不会有一些浪费的算力。有些这个刚刚这个潘总有讲到说，你说很多的 GPU 卡可能在 memory 是很忙，可是它的 GPU 可能是 idle。这种情况用这个 co-design 的方式 ，hardware software co-design 的方式，它在算力跟这个 bandwidth 跟频宽的平衡就会做得比较好。我们有一些数据我这边只是讲一个概念，就是说它在power performance 跟 cost 的平衡会是最佳的一个方案这是我们最核心的一个技术。那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很多的本来可能要用到很高档的一些晶片，可以用一些很低端、比较便宜、省电然后简单的一些processor 就可以做到不错的 tokens per second， 这是最适合在 edge 端的。另外就是 model， 当然我们不是做模型的当然现在有很多轻量化的模型，从 DeepSeek 出来有很多轻量化的模型，模型做的比较小，那也不会也算是还不是很笨，就是它事实上当然没有云端这种超大模型这么聪明，但是事实上是堪用的。但事实上很多有一些 compression 的 technology 可以把这个模型再压缩。那我们是有一个解压缩的一个很好的 technology， 在
压缩完之后，我们解压缩，在做运算的时候，我们是把解压缩还原成原来的精准度去做运算。这样子的话，在经过压缩之后的模型也不会失真。这是另外一个一个可以解决大模型不太能够落地的一个方案。然后就是我们的架构上是有 multiple core 啊，跟 multiple 这个memory， 因为我们刚刚提到大模型很难放到地端的一个环境里面，那因为 memory 太小。但是如果说你在架构里面可以 accommodate， 你可以放不同的，可以 expand 你的 memory 啊，可以，比如说我们的客人的一套的晶片可以放到64 GB， 那它可以放5、6套、8套，那这样的话就可以有几百个 GB， 可以容纳很大的模型，啊，就是靠这个 flexible 的 memory 跟你的 core 的 architecture， 事实上是可以 accommodate 大的模型。那这些事实上最灵魂的是，因为我们是个 processor， 我们是定义一个 instruction set， 一个指令集。这个指令集就是特别为 LLM 或者是 transformer 所设计的一个指令集。它是个 processor， 它不是个hardwire 的 ASIC， 所以它是可以 program 用 instruction set 可以 program。那也就是有这个 proprietary 的这个 instruction set， 我们可以 enable 刚有的我们的硬体架构是个 multiple core， 然后 multiple model， 可以做平行的运算，也就是可以做concurrent model 的 execution。那再加上我们又支持 multimodality， 有 text， 有 voice， 有这个 image， 可以有不同的模型，然后用不同的 core 来做不同的运算。所以这样子的组合的话，事实上对于 Edge 端的，因为我们是个架构，我们 provide 这样子的架构，就有很多的application software 的 developer 就可以 based on 你有这样子的 feature 去开发更 powerful 的一些 application。最后就是我们在software 的 stack， 我们是做至少在 open source 的 API 的 level 的 compatible， 可以在不同的硬体，只要是用 open source 的framework， 我们都可以 support， 所以能够比较无痛的支援跨平台的一个 integration。好，这是我们所了解跟我们客人所谈的一些比较适合的产业。可以在 Edge AI 可以 deploy 的比较适合的产业，那当然这主要的产业他们的 priority 都是以要 real time， 要 latency 比较小，那要 private 而且要 energy 跟 cost efficient 的这种产业是比较适合做 Edge AI。那比如说刚刚有几位先进有提到在 automotive transportation， 这需要一些real time 的一些 decision making 的这种。当然可以不用完全都是在 Edge 端做，它可以有一些 hybrid， 有些比较不是那么紧急，可以到云端上，但是比较 real time 需要 real time 的在这个本地端做。Retail 这个主要是做这个 shopping 这个user 的这个experience 啊，它是有一些这个就是 POS 啊，它是可以在一般云端，它可以一来减少一些labor 的一些 cost， 可以不需要真正的人去做这个retail。那同时可以有 personalized 的 shopping experience。那 manufacturing 主要是在做 quality 的 control 啦，或者是做这个预防性的维护的这种需求。那接下来就是 healthcare， 做一般当然病人的话就是一般的这个健康的监控诊断，或者甚至是这个treatment 就是治疗的建议那另外就是 compassionate care 就是一些比如说老人的关怀，这个人性的关怀，比如说这个像聊天机器人，它可以有人性的跟老人可以做关怀聊天这方面的application。那 media 我们已经经常在用云端在制造一些，在产出一些media， 比如说纹身图纹身 video 这些你可以想象说，将来如果可以在 Edge 端做，不需要上网的话，那你就没有一些什么张数的限制啦，或者时间的限制，你可以这个吃到饱，你可以随时在你的地端的 device 就能够做这个 media 的产出。那 gaming
这是另外一个应用，可能目前还没有。Gaming 有时候是在这个不同的那个 scene 啊，不同的这个场景需要能够 dynamic 的输出，或者是 NPC 就是 non-player character， 这虚拟人物的台词哦，或者是剧本，那现在都是写死的。那这个用这个生成式 AI 的话，在 gaming 的话，这些都是可以 dynamic 的产出。那另外就是 security surveillance， 我想这个时间有点赶，我就稍微快一点。那这个是我们比较短期 short term， 我们有一些客户已经用这个这样子的 IP 在做了这个应用。这个是反而是比较最多的啊，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多 AI PC 的这种概念。那现在有不少的人是希望透过一个 AI box 或者是 docking station 从 external 的一个 AI box 去 enable 你的原来不是 PC 不是 AI PC 变成 AI PC， 它可以把 PC 变成一个 AI 的 workstation。这种应用最近是蛮多人来问的。Conference speaker。它因为尤其是在企业，希望能够在 local 在你的 conference room 里不要送到云端去做什么呢？做 transcription 啊，就是这个逐字稿，或者是翻译，或者是摘要，这些希望能够在会议室里面就能够做到，而不用送到云端。Service robot 这也是我们的客人直接他的客人做这个 service robot， 我们今天在餐厅里面那个送餐机器人，现在的送餐机器人只是到厨房去拿个菜送到你桌子来，那他们希望能够把这个送餐机器人能够真正变成一个waiter 或者是 sommelier 的一个 replacement， 它能够帮你点餐，它能够帮你推荐这个餐应该配什么酒啊，这是一个有生成式有这个LLM 的 function。Retail POS 刚刚讲，它是可以有人机沟通的功能，可以就像这个麦当劳的第一站，麦当劳的那个叫什么 drive through， 它可以用一个你对 speaker 来点餐，或者是家教或者走快一点或者是这些kiosk 啦，或者是 digital signage 啦 ，smart TV 或 smart KTV， 这个是说做选台啦、选歌你可以直接用口语来讲。车用的，刚刚有先进有提到这个车用 smart cockpit， 这个不是只有做 control 而已了可以 query， 你可以在车上跟他聊天讲笑话。好，这是比较中期的，就是这样，不是只有 language 的一个 LLM， 它可以是 multi-model capable 的比如说你可以在你的手机里面或者 tablet 里面做照片的搜寻。你跟他讲我要找一个去日月潭的一个 vacation 的照片，你用讲它就可以做搜寻那另外就是在监控行业里面对不起，最后2分钟监控行业可能也是可以用这个 video 的这个 footage 的一个 retrieval， 你找出哪一个，比如说有一个黑衣人的照片或者是break in 的，你要找出那帧frame 也可以用口述的。好，那我就时间差不多了。这些是比较 advanced 的 ，advanced 里面可能就需要更多的一些目前可能还不一定做得到了。我这边打个信号，比如说要 form factor 要更小一点那比如说现在用这个 3D 堆叠的 memory， 用 wafer on wafer 的这个现在很多台湾的公司正在做，这也是为了取代这个LPDDR 啦或者 GDDR 这种 form factor 比较大的，能够在 3D 的 memory 能够做到 form factor 更小，然后 power 更小这个将来的我们的 wearable 或者是在这个医疗的方面都可以用这个我走快点。好，这边我就跳过这个是讲这个代理人，这个是今年很 hot， 代理人就是透过不同的task， 然后可以分派不同的任务，然后就以 goal oriented 来做。我最后讲一个这个趋势我们认为这个 model 会越来越小，更聪明，越来越小，但是不会太笨可以用在 edge 的一个 model， 这个是目前 model developer 也都在做了。另外就是我们认为 specialized 的 IP 会越来越多不是用 general purpose 的 GPU。那这个当量大的时候，就会有人去做一个 specialized， 当这个越 specialized 它的这个 PPA 就会更好，更能够适用在边缘。CD memory 刚刚提过，为了 form factor， 为了 power， 所以 CD memory 在今年、明年应该会有越来越多成熟的技术。
On-device learning 这个希望能够减少送到云端再训练，能够在地端就能够训练，能够在 inference 阶段就能够训练，这也是个趋势。然后另外就是也不用所有东西都要在地端做，有些比较紧急的、简单的可以在地端做，比较不是那么紧急的，然后需要比较聪明的，可能在用云端的一些大模型来处理，这是 cloud 跟 edge 的一个collaboration。好，最后就是我们认为当模型越来越优化，然后硬体越来越快、越来越便宜、越来越省电，那这样子我们的 Edge AI 就会越来越普及。好，谢谢各位。